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，世界范围内弥漫着战争不好，我们应该以和平为目标，裁军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声音。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法国曾尝试构建以和平为名的体系，西方列强对日本日益增长的实力保持警惕，为维护自身在华利益，纷纷限制日本向中国扩张。这一情况引发日本国内对西方列强的不满，却未反思自身扩张野心，反而将矛盾转向中国，认为西方列强主导的和平对自身不公。彼时，日本深陷资源困境，早有殖民地的西方国家可从殖民地掠夺资源，支撑军需生产。日本殖民扩张起不稳，受压制，殖民地稀少，资源匮乏。日本统治集团将解决困境的目光投向中国，认为若不向中国内陆获取资源，未来战争中必败，遂计划进军中国掠夺资源。随后，日本扶植建立伪满洲国，将其纳入自身势力范围。这一傀儡政权的建立，不仅引发东亚各国对日本扩张的警惕，更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。中国政府始终不承认伪满洲国合法性，视其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证据。中国民众反日情绪空前高涨，各地开始出现自发的抗争活动。当时苏联与中国均在东亚地区有重要利益，苏联察觉到日本的威胁，着手加强军事实力，防备日本可能的入侵。且彼时苏联军事实力强于中国，日本也因此不得不做应对苏联进攻的准备。但日本陆军势力认为仅靠伪满洲国的资源无法满足需求，仍计划进一步向中国内陆推进。1937年，中日军队在中国北方卢沟桥发生冲突，即7·7事变。这一事件成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借口，中国方面则将其视为日本全面侵华的开端，开始组织更系统的抵抗。7·7事变后，日本内部分裂为扩张主义者与非扩张主义者。扩张主义者主张借此事端消灭中国抗日力量，计划派遣援军扩大战事；非扩张主义者主张优先防备与苏联的战争，避免在南方过度纠缠。但日本以保护华北地区日本侨民安全为由，最终决定派兵进驻华北。此后，中日双方在当地签订停火协议，局势看似缓和，谈判却因中国政府立场破裂。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坚持，外交谈判必须在两国中央政府间进行，不承认日本与中国地方势力签订的任何协议，认为此类协议有损中国主权。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抱有错误预判，认为中国在受到一定军事打击后便会投降。但实际情况是，中国各地抗日运动愈发激烈，民众自发参与抗争，军队抵抗意志坚定。不久后，又一事件激化局势，日本海军士兵乘车从北平前往上海，车内一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遭不明人员枪击身亡。随后，中国军队包围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部队并发起进攻，日本海军迅速出兵，意图重创中国军队，迫其投降。中国军队虽装备落后，仍顽强抵抗数月，最终因实力差距被迫战略转移。日军占领上海，中国军队向南京方向撤退。驻守上海的日军意图追击撤退至南京的中国军队，计划进攻南京。日军推进速度超出预期，导致粮食储备耗尽，后方补给无法跟上。在进军南京途中，开始四处掠夺中国民众的粮食与财物。1937年12月，日军攻占南京，因自身粮食短缺，对中国战俘与平民实施暴袭。日军以清理战俘为名，大规模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，同时对南京城内平民进行烧杀抢掠，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与战俘惨遭杀害。这便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。此后，日军主力驻守中国北方与中部地区，中国军队主力集中于中原地带。日本计划从南北两面夹击，歼灭中国军队主力，但中国军队识破其战略，成功突破包围圈，向西部转移。日本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落空，日军随后将目标锁定中国两座重要城市，军事基地武汉与航运枢纽广州，企图通过占领两地迫使中国投降。但中国军队再次提前转移，保存有生力量，日军诱降计划失败。此时，日本才意识到中国受创及投降的预判完全错误，战争已升级为中日全面战争，且日本派往中国的军队数量达极限，国内几乎无后备兵力可调往中国，无法再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，彻底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淖。为扭转局势，日本改变策略，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分裂中国。为此发表声明称，东亚和平长期由英美主导，非真正公正和平，应建立以日本为核心，联合中国与伪满洲国的大东亚和平新秩序。这一主张本质是要将英美排挤出东亚，独霸该地区，同时拉拢中国内部亲日势力，瓦解中国抗日力量。该主张直接损害美英在东亚利益，激怒两国，
英国此前已与日本存在利益分歧，美国见状开始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，宣布废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约，此举引发日本国内恐慌。日本担忧无法从美国进口石油、钢铁等重要军事物资，战争机器将难以为继。1939年，纳粹德国入侵波兰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。中国抗日战争自此与二战全球进程紧密相连，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。中国军民以持久抗战破除日军主力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重要基础。